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加藤雅俊所著的《锻炼血管会给身体带来全面的好处，血压、血糖、内脏脂肪都会得到改善》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导致血管变弱的3个危险习惯；第二，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3个方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导致血管变弱的3个危险习惯来开始解释。作者指出，锻炼血管会给身体带来全面的好处。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如果仔细听一下接下来的解释，您可能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的身体是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所组成的，这些细胞的健康运作使得我们能保持健康。为了让这些细胞能正常运作，氧气、营养和水分必须得到充分的供应，而将这些物质输送到我们全身每个细胞的正是血液。血液不仅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还承担着回收二氧化碳和废物的重要任务。血液流通的道路就是血管，如果这些道路破损或被阻塞的话，血液的流动就会受阻，导致氧气和营养的供应不足，每个细胞因此会缺氧、缺乏营养，从而发出求救的警告。因此，即使我们在努力地吃健康食品，如果血管状况不佳，营养也无法有效顺利地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这样的努力肯定会事倍功半。如果血管变弱，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我们的身体自然就无法健康运作，这还会引发心肌梗塞、脑梗塞等严重疾病。这些疾病的根源往往是血管硬化和血液流动不畅。相反，如果血管健康，就可以降低心脏病、脑出血和脑梗塞等疾病的风险。健康的血管能确保血液的顺畅流动，为全身细胞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使每个细胞都能保持活力。人体是由细胞组成，如果细胞能保持健康，人自然就能维持健康，不容易患病，也不会感觉不适。血管不仅能运输氧气和营养，还运输许多重要的物质，比如激素。激素控制着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运作，例如，胰岛素能降低血糖，褪黑激素能促进睡眠，血清素能稳定情绪并带来幸福感，多巴胺能激发动力等。这些激素都是通过血管来运输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血管的重要性。此外，血管还运输在免疫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白细胞等成分。免疫系统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通过血液循环，白细胞等免疫细胞能够在全身巡逻，迅速发现并消灭入侵的病原体。如果血流不畅，免疫细胞就无法充分巡逻，无法有效捕捉病毒和细菌，这会使我们更容易生病。因此，提升免疫力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血流和强健的血管。免疫力和血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听到这里，您是否对锻炼血管会给身体带来全面的好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呢？我们应该认识到，血管是我们健康的基石。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血管重要性认识的提高，电视节目和书籍媒体频繁讨论血管的年龄。然而，这也反映出了现代人血管健康状况的恶化。作者指出，现代人的血管确实变得脆弱了。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健康呢？虽然可以在医院或药店通过专业设备测量血管的年龄，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初步自我判断一下。首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身体是否容易感到寒冷。身体感到寒冷可能是血管脆弱、血液循环不畅的表现。如果你有这种情况，需要特别注意血管健康。其次，可以通过外观判断。如果大腿后侧或小腿肚出现类似蚯蚓般突出的血管，这表明您的血管年龄可能较高。如果您符合上述的情况，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血管的健康。我们需要消除导致血管变弱的原因。现代人血管变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不良习惯：1、过于依赖素食； 2、长期处于压力中而不加以缓解； 3、过度依赖降压药或利尿剂等药物。
接下来我会具体解释这3个不良习惯的影响，并提供相关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建议。首先是第一个不良习惯，过于依赖素食。作者指出，第一个导致血管变弱的习惯是以蔬菜为主的饮食。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蔬菜确实是健康的食物，吃蔬菜本身是有益的。但是像素食主义者那样极端偏重于蔬菜的饮食，会导致血管所需的重要营养素蛋白质的缺乏。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血管是由肌肉组成的，稍后我会详细解释这一点。现在只需知道血管就是肌肉，而肌肉需要蛋白质作为营养来源，因此血管要保持健康，蛋白质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一些错误的健康观念，很多人开始避免摄入肉类和脂肪，结果导致血管的营养不足，失去弹性，变得僵硬，从而引起血流不畅，最终导致心脏病和脑部疾病的发生。既然血管是肌肉，那么如果你想让血管变得强壮有力，摄入充足的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大家经常听到要多吃蔬菜的建议，然而关于增加蛋白质摄入的建议却并不广泛。从血管健康的角度来看，蛋白质是绝对必要的营养素。为了避免蛋白质不足，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当然，能同时摄入足够的蔬菜和蛋白质是最为理想的。接下来是第2个不良习惯，长期处于压力中而不加以缓解。长期的压力对健康有着极为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实际上，长期的压力对健康的损害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为严重。在本频道上，我们已经多次强调，慢性压力会逐渐侵蚀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状况。因此，无论是希望提升自己表现，改善当前健康状况的人，还是关心血管健康的人，都需要认识到缓解压力的重要性。长期的压力是导致血管疲劳的一个因素，持续的压力让身体不断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心脏为了保证向全身输送足够的能量，特别是向肌肉供血，会不断加速工作，这会导致血压升高。同时，为了应对长期压力，身体会优先向肌肉提供所需的营养，推迟其他部位的供血，尤其是末梢部位，例如手脚会感到冰冷。长期的压力还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这是一个需要引起警惕的问题。胰岛素抵抗简单来说是指我们对胰岛素产生了适应性，使得胰岛素的效果变得不那么显著。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重要激素，如果其效果减弱，血糖可能会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对血管的健康十分不利。长期维持高血糖状态会损害我们全身的血管，包括眼睛和肾脏的毛细血管，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最后，长期压力还会对睡眠质量造成负面的影响，使人难以入眠或夜间频繁醒来，这会进一步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综上所述，长期的压力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即使是看似不大的压力，如工作、家庭或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压力，若持续存在，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以免长期影响健康。例如，如果某人或某事令您感到心情不愉快，甚至每次工作时都会感到抑郁，那么你应该果断地从生活中剔除这些负面因素，从而保护自己的健康。接下来是第3个不良习惯，过度依赖降压药或利尿剂等药物。我们的血管与心脏密切相关，如果血管变硬，就会失去扩张的能力，更容易被小血栓堵塞。在这种情况下，心脏必须更加努力地增加泵血力，以增加血流并清除阻塞物。然而，增加的血流量也会增加血管的负担，导致血压的升高。因此，当我们去医院检查时，如果被告知高血压，医生通常会建议服用降压药来调节血压。尽管降压药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压，但它并不能解决血管阻塞的根本问题，反而可能会使血管更易于堵塞。作者认为，
降压药实际上也可能会影响血流的正常流动。除了降压药，还有一类需要特别注意的药物是利尿剂。这类药物主要是通过促进尿液排出，来减少体内的水分和盐分，从而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然而，血压是由体内的水分压力所决定的，因此利尿剂通过减少体内水分来降低血压，也会导致血压下降。但是，这类药物如果只是排出水分，而未能有效分离出营养物质，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增加血液的粘稠度。这种情况下，在进行血压检查时，可能会出现各项指标异常升高的情况，进而导致医生进一步开出其他药物治疗的可能性。因此，作者呼吁人们在使用药物时要谨慎，尽量避免长期依赖药物来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3个方法。血管像肌肉一样需要锻炼才能变得更强壮。尽管血管中的平滑肌受到不受意识控制的自律神经调节，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行血管肌肉的训练。血管不仅受到运动不足、饮食偏向蔬菜且蛋白质不足以及药物等因素的影响，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老。因此，即使您目前血压正常，也应该从现在开始认真锻炼血管，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一下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3个方法。这3个方法是：1. 每次1分钟的超人体操；2. 温冷交替浴；3. 摄取有助于增强血管的食物。首先是第一个方法，每日1分钟的超人体操。如果想要锻炼血管，其实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促使其释放一氧化氮，从而使血管更为柔韧。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能够预防血栓形成，修复受损血管，并防止血管过热，具有非常出色的效果。一氧化氮是由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要增加其分泌量，需要通过增加血流量，快速提升内皮细胞的刺激效果来实现。通过剧烈运动可以迅速增加血流量，但难以保持习惯，且存在受伤风险和逆效果的可能性。推荐的方法是通过使肌肉迅速收缩，然后放松，来迅速扩张血管。即使不进行剧烈运动，也能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刺激。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锻炼血管周围的肌肉，直接对血管平滑肌进行刺激。这种方法非常容易理解，无需过多解释。这2种方法可以同时进行。非常高效的方式是进行每次1分钟的超人体操。超人体操是一种专门设计用于有效锻炼全身血管的体操，每次只需1分钟，方法非常简单。超人体操由以下3个动作组成：1. 超人姿势；2. 图腾动作；3. 划水动作。每个动作持续10秒，总共30秒，连续做2组，合计1分钟的简单运动。通过这种运动，不仅能锻炼血管平滑肌，使血管更加灵活，还能增加一氧化氮的分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运动。接下来让我来解释一下每个动作。首先是第一个动作，超人姿势。做法非常简单，从俯卧的姿势开始，像超人一样抬起双手双脚，保持10秒钟即可。从俯卧的姿势尽可能的抬高双手双脚，这个姿势通过抗重力将手脚抬起来并停留，不仅能锻炼肩部、背部、臀部、大腿后侧和小腿肌肉，还能有效锻炼身体的核心肌群，是一项非常高效的动作。对于平时运动较少或者肌力较弱的人来说，保持10秒钟也会感到有难度，起初肯定会感到相当具有挑战性。接下来是第二个动作，图腾动作。从刚才的超人姿势开始，左右交替的快速抬高双手双脚，持续10秒钟。注意不要让下方的手脚碰到地面。相信大家在试过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相当具有挑战性，所以一开始缓慢地进行即可。在超人姿势后，收缩肌肉并进行这个动作，能够迅速提升血流，增加一氧化氮的分泌，而且在俯卧姿势下，这个动作能够广泛锻炼身体背部的肌肉。
这也是它的优点之一。接下来是第3个动作，划水动作。从一开始的超人姿势开始，这个动作是双手双脚悬空，像自由泳一样在空中滑动双手。在这时，尽量抬高肘部，使肩胛骨牢固地贴近，这样更能增加锻炼的效果。请保持双脚悬空的状态，并不要移动脚步。超人体操可以有效地接触所有的肌肉。也许有些人认为自己平时运动较多，不需要这样的运动来锻炼血管的平滑肌。但是特定的运动无法全面锻炼到我们全身的所有肌肉，因为血管分布全身，所以需要全面有效地锻炼全身的所有肌肉。采用超人体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温冷交替浴。也许大家听说过温冷交替浴，这种方法就如其名，是交替浸泡在温水和冷水中的一种健身方式。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公共浴池或温泉，轮流泡在大约40摄氏度的温水浴和约15摄氏度的冷水浴中。在家里，我们也可以通过交替温水和冷水淋浴来体验温冷交替浴的益处。这种方法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很新奇，但其实温冷交替浴作为一种健康疗法，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人开始使用，并且其健康效果已经经过了历史的长期验证。近年来，研究发现温冷交替浴对于减轻疲劳、促进身体恢复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对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锻炼血管来说，温冷交替浴尤为有效。通过反复加热和冷却身体，可以促进我们全身血液的循环，增加一氧化氮的产生，进而锻炼血管的功能。先是在温水中浸泡，这会扩张血管并产生热效应，随后迅速转至冷水触及身体，使肌肉和血管迅速收缩。通过这种血管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可以有效提升血管泵的效果，从而改善整体血液的流动，包括改善末梢血液循环不畅的问题。通过促进血流，能确保全身细胞充分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同时有效清除代谢产物，保持细胞活力，这对维持整体的健康至关重要。血液也是运输各种激素和免疫细胞的重要载体，能够调节和支持身体各项生理活动。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保持良好的血流对维持37万亿细胞的健康至关重要。作者建议养成良好的习惯，例如温冷交替浴和适当的运动。这些方法有助于促进血流，从而维护整体的健康。之前提到，血管的平滑肌是一种受自主神经控制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肌肉。在进行温冷交替浴时，血管会在短时间内反复收缩和扩张。这种训练也促进了自主神经的调节，这种调节有助于改善血流、锻炼血管，从而带来多种好处。通过促进全身血流，可以期待美肌效果等外观上的改善。增加血流也有助于确保每个细胞都能得到适当的营养，保持活力。温冷交替浴还能促进体内多余水分和代谢废物的顺畅排出，同时也有助于减肥。自主神经的调节还可以提升睡眠质量。总的来说，温冷交替浴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健康益处。虽然有些人认为只有去公共浴池或温泉才能进行温冷交替浴，但其实在家中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实现。比如，在浴缸中准备室温的水，用冷水淋浴替代水槽。再比如，浸泡在室温的水中3分钟，然后冷水淋浴30秒，反复进行这些步骤。此外，去蒸桑拿也是一个方便的选择。例如，在桑拿房内停留5分钟，然后马上淋浴冷水30秒至1分钟，反复进行至少3次，即可获得出色的温冷交替浴的效果。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强健和灵活的血管。蒸桑拿是一种优秀的血管肌肉的锻炼方法，但需要注意，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桑拿房里，如果有慢性病或其他的身体不适，千万不要强行进行温冷交替浴。在尝试这些方法时，请务必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摄取有助于增强血管的食物。我们的血管就像肌肉一样重要，因此如果想要加强血管的健康，摄取能增强肌肉的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是非常关键的。蛋白质可以分为动物性和植物性2种，但是对于肌肉建设来说，推荐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动物性蛋白质富含人类必需的氨基酸，因此被认为是最佳选择。作者特别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消化能力会下降，难以一次性摄取大量的食物，因此建议尽可能的摄取含有人类必需氨基酸的动物性蛋白质，而不是植物性蛋白质。推荐的食材之一就是鸡蛋，因为鸡蛋不仅含有9种必需氨基酸，还富含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营养的食品。为了增强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积极食用鸡蛋。此外，坚持食用富含蛋白质的肉类和鱼类也非常重要。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信息对大家会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